最后一对了，以后啊，你们得自己找食儿吃了。董事长，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那你又干嘛呀？李家关机了，你也找不到他？我手机注册的邮箱里莫名其妙收到一个文件，是他另外一个人的对话，他有危险。我也莫名其妙收到他短信，让我去什么车库找他，然后他就关机了。哎，他怎么给我发信息呢？我们也没那么熟。你害怕就别进来了。哎，莎莎，李佳。李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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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莎莎。怎么还是进来了？我来帮你。李佳，李佳，怎么了？镜子，镜子。别怕啊！不怕。喂，阿长，喂，阿长。
起来，怎么样？啊，还好吗？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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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坐会儿，来。谢谢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？他收到你发的短信。哎，李佳，不好意思，借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借一下。我打球。喂！哎，李佳，李佳，蒙大夫，李佳。师叔！师叔！啊！师叔！阿兰，阿雪，哎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家？现在。听说高街有栋居民楼着火了。哎，陈教授，您下午有课吗？去看波嫂。我还有点事，你先上去。那位伤者他什么情况？那位伤者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呼吸道有点轻度灼伤，精神状况？精神状态也还算可以了。他刚才还帮我们安置伤者呢。
5A 的住户基本都没事了，只有管理员跟蓝姨没救出来。我刚刚问过阿婶儿，吴雄的案子，他们其实一直在跟进。李佳，收包不要了，给你带了件衣服，一会儿换上啊。你不知道当时我为了救你，可把我急坏了。我上厕所。哎，雪叔那条短信什么意思啊？是他拿我手机发给你的。我一直以为他想杀了我，可没想到他把事情做这么绝，把我打晕了，拿我的手机给你发短信，就是为了不把我卷进去。这可能也是他仅存的一点善意吧。哎，不对，他为什么给我发短信啊？他认识我吗？不认识吧？可能因为这个吧。哎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要遇到什么困难，别一个人闷着。有什么事儿，第一个告诉我。哎，一定要第一个告诉我。知道了。我电话啊，背下来，背不下来点收藏，按一下就能找到我哦。李佳，我真没想到你把我当最好的朋友，我太感动了。哎，我一直都把你当朋友。好了，你第一次走进5A 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跟别的住户不一样。看见你把猫从防护网救下来，我就做了一个决定，怎么说也得把你赶走。你太善良了，不该把你牵扯进来。如果有时间，真想好好跟你说说我的故事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跟谁都没提起过，可真的没有时间了。欠下的债，我都得还。我得走了，把阿兰也带走了，因为把她一个人留在这世界上，我不放心。香港这个地方，我生活了30多年了。当初想方设法的跑到这里，就是为了找到阿兰，却没有一点她的消息。一晃就4、5年了。没想到再见到阿兰，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。她后来跟我说，她等了我5年，等不起了。我没有责怪她，她一个人到香港，肯定过得不容易。我只能怪自己，是我来晚了。阿兰的孩子生下来是个脑瘫，她丈夫嫌弃他们母子俩，离开了他们。我很想照顾她。可阿兰就是不愿意，她怕耽误我。可我除了她，从来没再想找别人。后来的事情你基本也知道了，阿兰失手杀了吴雄，我也搬到了高街。阿兰活得人不是人，鬼不是鬼的事儿。5A 那些住户也不该活得安宁。可我的病越来越重。没时间一个一个收拾他们，只能一把火烧了这无情无义的地方。
没想到最后用这种方式告别，还得麻烦你一件事，能不能把我跟阿兰的骨灰送回老家？阿兰总是开玩笑，说我名字里有雪字，可一辈子都没见过雪。如果有可能，以后你到了下雪的地方，拍张照片捎给我们。萍水相逢，麻烦你这么多事儿，真是抱歉。夜风诉尽了长街，我还能与谁告别？冷漠蔓延，人心操控的鬼，心底那一朵蔷薇，酿成鲜红的眼泪。黑夜的脸，转身后就浮现。你怎么出来了？苹果，我的。哇塞，就知道你在这儿。来，把保险单填了，烧掉的东西能给你赔一点。现在知道了吧？我可是极度负责任的专业中介。我看出来了。哇，你这是干什么的？啊？你还要把这些垃圾装回去啊？我本来是想装点什么的，但是发现什么都没剩下。你这人真怪，你不怕死吗？怕？你怕死，我可不觉得。明知道这么危险，为什么还非得调查清楚呢？是不是因为你小时候也被欺负过？
算是一个原因吧。另外的原因呢？可能也和我专业有关。我对精神失常、心理扭曲的人关注多一点。这么说，你对正常人不感兴趣了？是不是你以前的女朋友每个都疯疯癫癫的？我靠，你该不会没谈过恋爱吧24岁之前，我不想谈恋爱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谈恋爱就应该对对方负责。不到24岁，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办到。24岁对于你来讲有什么特殊意义吗？可能因为我母亲。你母亲规定你24岁之前只能学习，不能谈恋爱。算是个规定吧。你现在几岁23，生日哪天1月1日。哇，你阿媽好犀利啊！新年第一天，每次生日都等於新生。提醒你哦，不用负责任的日子还剩不到半年了。他是来告别的。猫是很有尊严的动物，知道自己要死了，会回来待过的地方看看，跟认识的人道个别，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悄悄死掉。走吧。那你现在住哪儿？最近有个师哥出国参加研讨会，我可以暂时住在他那里，等回头再申请宿舍吧。要是申请不上呢？回头我再给你介绍。你该不会又给我介绍有问题的房子吧？哇，尽量不是吧？谁叫我去做这门生意呢？不过正常的房子，你住得起吗？我是学医的，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有鬼。Facts are facts。你突然飙英语了？你跟阿成不都喜欢说英语吗？对我来说，事实就是事实。哎，有人跟你说过，你的眼睛很漂亮吗？你家同学，别这么羞涩的看着我，小心我喜欢上你。喂，是不是又脸红了？莎莎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你真的叫张莎莎吗？那不然嘞？张叉叉，叉叉，张叉叉。哎，你傻了？没事，我就念念。小心哦，念念不忘。别再脸红了，再这么下去，你快成关公了。走。
我走了，这边，你呢？我走这边。好，那拜拜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给你。哦，这铃铛你留着吧，辟邪的，算我送给你的礼物。走了，不要回头啊，不吉利的。拜拜。后来我无数次问自己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个女孩？虽然我一直逃避给出答案，但其实心里一直很清楚，就是这一刻。1997年，香港回归祖国之后，内地与香港的距离逐渐拉近。如今，只需一张新型通行证，便能前往香港旅游、学习和生活。2018年10月23日，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在广东珠海举行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仪式上宣布大桥正式开通。这不仅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的支持，更是又一次拉近了港澳与内地的距离，为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域，拓宽了无限可能。哎，谢谢。你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啊？学校都全开了。啊，我没事儿。其实高阶这 case 你卷得这么深，是因为那个精神失常的女人吧？怎么样？现在有什么结论吗？其实蓝叶生活很不稳定，职业很不稳定，人际关系也非常紧张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儿子的去世对他形成了巨大的打击。这些因素都导致他最后精神失常。陈教授，我在想，相比于遗传，后天的环境因素，是不是在精神分裂当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？其实，在高阶生活的这段时间，有好几次都让我想起小时候的生活。因为小的时候我母亲生病了，所以我们从小就被人耻笑，被人欺负，生活得非常压抑。所以我甚至在想，如果我哥能像我一样，10几岁的时候能有一个好的环境来读书，是不是就不会患上精神分裂了？可你现在已经换了环境了，你要担心什么？未知的事情，不做假设，也不下结论。有什么疑虑，随时再来找我吧。陈教授，能成为你的学生，我很荣幸。终于，我开始融入新的学习生活，周围的环境越来越熟悉。香港对我来说，似乎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。我很庆幸当时申请了这个学校，成为陈明轩的学生。他总说不要假设未知的结果。离我24岁的生日就剩几个月了，我会是什么结果呢？我现在似乎不再那么恐惧了。你那么着急找我干什么？解决问题，非常严重的问题，非常严重。上学期我刚转学回来，我成天都泡在解剖室，本来一切都很正常，可直到这几天，解剖室发生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。上学期期末，我做学年论文，发现有句大题老师非常的特殊。由于新学期还没有正式开学，我就提前向系里打了申请报告。我跟2个同学一起去解剖室，
从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0点。一开始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可到了第3次，胆子那么小，还来学解剖？让开！我胆小啊！没完了！谁给大体涂的指甲油啊？不是我。这段时间，解剖室的钥匙都在我手上，我每次都会做好所有的收尾工作，最后一个离开。我可以保证，大体绝对没有问题。大体保存在哪儿啊？平时存放在停尸间，用的时候就放在解剖室的冷藏柜里。你离开以后，确定没有其他同学回来过吗？非常肯定。本来就有一些传闻说我们这解剖室不干净，说有个新生刚入学不久，就跟师哥师姐打赌，说自己胆儿特大，敢一个人在这解剖室里面跟尸体过夜。一开始师哥师姐还时不时去看看他，反倒被新生各种捉弄。后来迎新晚会大家玩嗨了，把解剖室的新生给忘了，直到第2天早晨才把他想起来。跑到解剖室，发现门从里面被反锁了，怎么敲都敲不开，还听见这屋子里叽叽咕咕的声音。等保安来把门打开，大家都吓傻了。那个新生就在这儿，仰天躺着，已经死了，肚子被剖开了，嘴里还嚼着自己的一块内脏。哎！风大，把门撞上了。你胆子这么小，干嘛学解剖啊？自我锻炼不行吗？不受命于自己，就得受命于别人。所以你找我是帮你抓鬼啊？虽然我胆小也很怕鬼，但这一次绝对不是闹鬼。给大体涂上指甲油的，绝对不是鬼。昨天晚上8点，我准备提早回家，结果有东西落在了解剖室。有人跑下去，你看见了吗？没有，我也是听到声音才跑过来的。刚才有人在解剖室，我追他过来的。会不会上去了？我们去每一层楼都检查了，整栋楼每间教室都锁得死死的，除了我和守夜的保安，没有其他人。后来那个保安说，他在碰见我之前，听见外面有“砰”的一声，我和他都觉得那个人可能从窗户逃跑了。当时我也看了，不高，跳下去应该没问题。楼里有监控吗？我去查过了，我什么也没拍到。你说这具大体很特殊，究竟有什么不一样？这具大体生前感染过 SARS， 但已经治好了。可是
后遗症很严重。在学院存放了多久？1年多。你说，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他是不是想偷走大体啊？1年多要偷早偷了。那他为什么反反复复的给大体涂指甲油，还非得是绿色的？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，这是为什么？不知道。我建议你还是找学校老师沟通吧。没法沟通，他们都不相信我，说是我涂的，觉得我心理变态。那你就报警啊！我没法报警，哪个警察会管指甲油的事情啊？再说人都死了这么久了。哎，不是你去哪儿啊？你说句话呀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放下去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花被你们铲折了，就种不活了。哎呀，年轻人真是。请问一下，这些菊花是这2天才种的吗？是呀。那教学楼后面那边菊花呢？昨天下午啊，就种过1次。昨天下午就种过1次，今天没再种过了。种1次就够累的了，为什么还要再种第2次呢？哎，李佳，你跑那么快干嘛呀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话呀，怎么回事啊？昨晚听保安说，有可能跳窗跑了。你从2楼窗户往下看，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？没什么奇怪吧？你笑什么？2楼窗户离地面大概5米，底下又是柔软的土地。从2楼窗户跳下来确实没有什么问题，但如果昨天晚上8点多，有人从上面跳下来的话，一定会把昨天下午新栽的菊花踩烂。你当时没有发现任何奇怪的地方，栽花的工人也没有发现这里的花被人损害过，这只能说明昨天根本没有任何人从窗户跳下来。那我追的人到哪儿去了？不会真闹鬼吧？这世界没有鬼。假设教学楼是个封闭空间，黑影就不可能凭空蒸发，只能是假装在你面前跑掉又折返回来的那个人。那个保安，他叫何有成，到学校上班不到3个月，不爱说话，不怎么和人打交道，偶尔又挺热心的，帮我们取送遗体、打扫清洁、处理教学废品。其实，这都是他职责范围之外的事儿。哎，好，哎，再见。喂，哎，那快递我已经收到了，谢谢啊。对，我已经去查过了，何有成的上一份工作是在医院太平间，我装成他新单位的人事经理，打电话核对了他之前的工作情况，你知道吗？有人匿名投诉何有成经常在停尸间抚摸尸体，可他却一口否认，医院也没有查到什么证据。本以为这事情就这么结了，可何有成却突然辞职了。我觉得之前楼道里的监控80%也是被他处理过。自尊心很强，性格冷淡，有虐待倾向，大多数与尸体有职业性接触。我怀疑何有成有恋尸癖。
我从来没有下来过。郑局呢？今天不查清楚的话，明天导师不就把大礼收回去了吗？哎，你别走那么快啊！平时都是同学帮我下来拿的。害怕你就回去吧。那你别关门啊。编号1320。等等。谢谢。治疗 SARS 使用过糖皮质激素，所以产生了副作用，骨质疏松，关节变形，骨头也坏死了，这里还装着人工关节，每10年换一次，还差1年就得更换的时间了。结果他就去世了。他的死和 SARS 的后遗症有关吗？他是自杀的，估计他是活得太辛苦了，所以。他脚上的指甲油已经擦掉了，只有手指的关节变形了。嗯。喂，何有成，都系當更啊！喂，对呀，是这个地方吧？我怎么没看到你呢？什么？你在？因为我没看到你啊！你在哪儿啊？啊？哦，你在隔壁那栋啊？那我马上过来啊！吓死我了！怎么样？找到了吗？还顺利吗？他没发现你吧？今晚应该能水落石出了。确定？哎，你别骗我，真的假的？喂，老师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嘛，再让我研究一下大体好不好？什么？那具大体今晚就要火化了？几点？什么？几点？7点？7点啊！7点！哎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你要带他去哪儿啊？昨晚只涂了9个指甲油，还剩1个，是专门过来涂完的吗？还是因为你听说学校要火化，所以准备把尸体偷走了？一开始，我以为你有性心理障碍，涂指甲油只是因为迷恋尸体，直到发现2条线索。他的手指，只有手指有些变形。不是因为骨质疏松，而是因为生前从事的工作疏人足疗。他在那里工作过，而你可能也是那里的常客。第2条线索，你们的合照。
你把他的那一部分藏了起来，可有的东西藏在再深，也忘不掉。就算你们之前认识，就算你们之前是旧情人，你也不能这么侮辱他的遗体。你知乜嘢啊？係我㗎，由頭到腳，一條頭髮，一隻牙，一塊指甲，全部都係屬於我，全部都係屬於我。我咁愛佢，點解佢同我分手？點解佢要離開？點解佢捐個身體出去都唔同我商量？到而家死咗啦，要俾你哋班仆街喺度睇嚟睇去。你这不是爱，你这是心理变態。阿成，阿成，阿成，阿成！我揾咗你咁耐，我唔會俾人運帶走你。我哋走。阿成，阿成，阿成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阿成，阿成，阿成，阿成！害怕你就回去吧。那你别关门啊。放松，放松，马上出去了啊！放松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放松啊，马上出去了。放松。放松，马上出去了啊！救命啊！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坚持一下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救命啊！有人吗？坚持一下。有人吗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可以出去了，走。走。阿成，听到我说话吗？阿成，阿成，你们到底在里面玩什么呀？阿成，听到我说话吗？阿成。身材不错哦，有腰哦。
刚刚看见你们在校园里面鬼鬼祟祟的，跟着你们到了地下室，谁知道出来一个保安，还跟我说下面没人。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你为什么没穿衣服啊？他为什么倒在你怀里啊？啊？他去哪儿了？谁啊？那个保安去哪儿了？那儿。哇，你们口味也太重了吧！帮我照顾一下他。他怎么了？过度呼吸不严重。啊？就用一下。啊？要是你，一定不会选这条路的。被福尔马林泡过的尸体，比以前重几倍，你根本抱不动的。这里下去全是楼梯，你确定把他拖下去吗？最好的情况，你没摔死，他也没摔坏。可这里下去最起码还有几个小时，到那个时候，学校的人早就到了。就算你逃走了，能带他去哪？你有保存的环境吗？确定尸体不会腐烂吗？就算没有腐烂，你一直陪着他，又能怎样呢？他还会睁眼吗？还会哭，还会笑吗？难道你就没有想过，你们为什么会分开？他为什么总是躲着你？他为什么会自杀呢？废话那么多干嘛？把他抓起来！喂，抓住佢啊！哎呀！咩意思？喂你，放手啊！不走！哎呀！喂！我们已经把情况报告学校了，大体会妥善保管。这个装了沙子的模型，你一点都没有察觉吗？是因为你很害怕、很慌张，还是你根本不知道福尔马林处理过的大体到底有多沉？如果真的是他遗体，下场只会更惨。没有人愿意被控制，只有死了变成一具尸体，才不会反抗。每一位遗体捐献者都值得被尊敬和敬佩。他们虽然死了，但价值依然存在。何有成，你一厢情愿的占有，真的是爱情吗？好的爱情，应该是尊重。去看医生吧，该放下的，总要放下。村长，这一次是粉碎性的骨折，
上次是2颗门牙，上上次是视网膜脱落。我错了，对唔住，我冇。你知道的，我本来就和别人不一样，要靠吃药才可以活下去。我知道。我已经糟糕透了，没有希望。仲有我爱你，我也爱你，可那是以前。好看吗？好了，来。喂，对不起，我忘了你的滑板。你还会玩滑板啊？小时候玩过几天。好犀利喎！谢谢。那个停尸间，滑板。你能不能说一句完整句子啊？刚刚一句接一句，不带换气的，怎么一下子又变回来，恨不得只说个标点啊？我。为什么把话说得这么明白？那个和什么？挺可怜的，你不觉得对他太残忍了吗？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过去，才能走出来，不是吗？那你的过去是什么？你走出来了吗？你撒谎，你肯定谈过恋爱的。你告诉我为什么突然这么说？同学，你真没谈过，點知情為何物啊？那你说，你认为感情里面最重要的答案是什么呢？喂，给。谢谢啊，一佳，我等你半天了，走吧。阿成，你胆子这么小，干嘛学解剖啊？我不是说了吗？自我锻炼。你是不是有幽闭恐惧症啊？其实一开始，我在加拿大学了2年的金融，实在是放不下，才重新回来学医的。为什么放不下？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喜欢一个女孩，她得病去世了，我一直觉得是我耽误了她的治疗。所以你有幽闭恐惧症，和这段经历有关。我那个时候不懂，我以为大人要把她抓走，然后我就偷偷的带她藏进了车里。结果，她一直高烧昏迷。医生说我就是那个时候患上的幽闭恐惧症。这个女孩的死也和 SARS 有关吧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你研究的大体生前也患过 SARS， 你对她很执着。你又是因为小女孩才去学的医，从你年纪推断，得出她的病其实并不难。SARS
03年的时候，你才8、9岁吧？一个小男孩面对那么大一场灾难，又能做什么呢？所以你不要太自责了。谢谢，谢谢你提前把大姐换成了假人，也谢谢你今天在地下室救我。哎，要不我请你吃饭吧。夜风诉尽了长街，我还能与谁告别？黑夜的脸，转身后就浮现。要不一块儿去喝酒吧？知道有一个地方还不错。我不喝酒，要想干什么呀？要不我给你唱歌吧？然后去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。李佳，陈教授，觉得怎么样？出来一看，舒服多了。你睡眠好吗？不太好。之前呢？我是说来香港之前。时好时坏吧。你自己判断何有成的偷尸案对你造成多大的影响？陈教授，在您看来，像我这样的情况，是不是不应该卷进这些刺激性的事件里面？在我看来，这不一定是坏事。也许你去了解别人的时候，会更容易了解你自己。我还担心您会责备我呢。不会，我挺欣赏你的。谢谢陈教授。那我先回去上课了，再见。又来找客户啊？对啊，要努力赚钱啊。跟我送你的那款是情侣款，都是辟邪的。这世界哪来这么多邪啊？那是你太天真。阿成，阿成，卖唱。你俩什么时候这么熟了？我跟谁都熟啊。啊 ！Yes！ 呀！啊，对。阿成说你气场太虚，容易招摇不干净的东西。这个专门带给你的，拿回去镇镇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怎么能不用呢？这你就不明白了吧？要我说，就是你气场不对，才会招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很多东西说是说不清楚的。对呀，没有不能解释的事情，只有未知的答案。你不信邪是吧？小心怪事又找上你。大师兄，你的头又掉了，幸亏我刀锋无影，及时接住，没让它掉在地上。又是这俩白痴！你们来干嘛？把师傅的宝物交出来！哎！师傅说，他对你很失望。你若要借他的宝物，尽管开口。他为了你刀山火海，千难万险都在所不辞，何苦为了这大眼仔偷偷摸摸干这见不得光的事儿？你眼睛大不大跟这事有关系？谁偷偷摸摸的？不就是破蛤蟆吗？嗨，破蛤蟆，那是师傅的镇宅之宝。师母，我知道你拿师傅的镇宅之宝是想帮这位李施主，可是你也不好好想想吗？这李施主他之所以遇险重重，那都是因为你呀！屁！别给我乱扣帽子！李施主，我师傅说了，你就是一凡人，我师母那天煞孤星，你们俩在一块儿没结果的。哦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原来是场三角恋啊！啊！胡说八道什么？一只破蛤蟆，还以为是24K 纯金的，结果是镀金的，送也没人要，还给你们！哎，莎莎，
别看了。哎呀，在这儿时间待长了，什么东西都感觉怪怪的。今儿阳光明媚，走，哥带你吃东西去，走吧，啊。Sorry。我从未见过这么有故事的背影。走路的时候，总是把他的头发捋到耳边，半个侧脸，一个回眸，穿过你的黑发是我的手，穿过你的心情是我的眼。她的皮肤很白，睫毛很长，眼睛很好看。那一瞬间，我意识到，我一定要说一句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话。于是我对她说：“姑娘，你是想泡我吗？”什么？今天还有选修课 Be careful with your hand. Be careful. Be careful with your hand. Sorry, I'm late. 今天上哪儿？啊 Are you okay? 没事吧？怎么不小心啊？猪的心脏位置跟人的很接近，建议你们每天买个猪心，在家减2个月再上解剖台。师姐，去处理一下伤口吧。好。他是谁呀？怎么没见过他？来之前他上过咱们班的课，教授还想留他当研究生呢，可是他想去耶鲁，很厉害的，号称咱们医学院第一剪刀手呢。那他英文名是不是叫爱德华？来，大家过来看一下。这里是右心房，这是心耳，这个地方心肌的介脊，找到这个不难吧？手握住这里，这样的话，整个血管都在手里。然后右手用剪子贴在心包的地方，贴着剪下去，不会剪到手，血管也不会只剩这么一点。先把右心耳切开，来，大家凑过来看一下。切开看来，里面是不是更像一个耳朵？这个纵横交错的结构叫什么？梳状肌。大部分的静脉血是由心大静脉、心中静脉、心小静脉汇入冠状窦静脉，最后通入冠状窦，回流入右心房。这个冠状窦解剖以前不太受重视，随着射频消融和 CRT 的开展，冠状窦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解剖结构。另外，请大家注意，这个大体的冠状动脉做过3个支架，还没切开呢，都是肉。哇，真有支架！师姐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是我奶奶。我从没见过这么冷静的人。躺在解剖台上的是他自己的奶奶，他眼皮都没眨一下，下手稳如泰山，一点也不抖。只能说他对奶奶没感情，要么就是冷血动物。No， 这是医生的最高境界。
师姐，你没事吧？我10000个没想到，我的他就是那个他。1天之内，我见过他笑，也见过他哭。你们说，这不是奇妙的缘分，那是什么？这么长篇大论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啊？是我的朋友嘛。才刚认识没多久。我宣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恋爱了。我恋爱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他叫什么？什么属相？香港人吗？什么星座？爱好是什么？有男朋友吗？有房吗？有车吗？停！我不在乎他叫什么名字，也不在乎他做过什么，我只在乎他过目不忘的容颜和深刻冷静的灵魂。是女的吗？废话，我对你们俩简直对牛弹琴，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爱。对，我不懂。李佳，你懂吗？他懂个屁！对，他要24岁才能谈恋爱。师姐，能知道你的名字吗？请问你是香港人吗？我在香港出生，我小时候去了加拿大，高中回了北京，大学又去了加拿大，上学期刚转学回来，解剖学3年级，我叫施成。别再跟着我了，跟你说话这时间都可以准备实验了。我回来了。转眼又1个月过去，离24岁生日越来越近。我的人生似乎没有太多变化。新提交的宿舍申请依旧没有被通过，临时的房子也不好找。幸好阿成母亲不在香港，可以暂住他家过渡一下。阿成家在浅水湾，是香港最著名的景点之一，也是香港最高级的住宅区之一。我曾设想过他的豪华，可没想到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。听阿成说，他妈妈喜欢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。就像这幅画，是从国外高价拍来的，很特殊，表面经过处理能感受热量，人与画可以互动。艺术家的想法，很多时候让人不理解。是谁？我。才敲打我窗。是谁？是我。才撩拨琴弦。脑子是你坏了吧？脑子没坏，只是激励回路被激活，分泌大量苯基乙胺、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。说人话。谈恋爱了。又恋爱了？恋爱对象倒是没变，恋爱过程收缩了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大哥，我都住这好几天了。哦，市面上能买到的泡面都给你买回来了。阿成，你知道你这种人叫什么吗？易陷爱，容易陷入爱情的易恋爱体质。这种人一般有个特征，要么很单纯，要么很智障。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。面拿去，钱给我。
谢谢。哎，你这就走了？不然呢？是不是舍不得我啊？是不是看不见我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？收到，我不走了。你们为什么不关心关心我呢？想吃什么，我给你做。我随便。我要吃泡面。烛光在哪儿啊？我帮你拿。哎，送！在我家有2个禁止，禁止忽略我，禁止进入这个房间。智障！不要啦！你是故意的吗？我们是在调情吗？你这不是在调情，你这是在调戏。调情是双方的，调戏是单方的。在我家还有2个禁止：禁止调情，禁止调戏。Over。气死！那是什么？神户牛肉盖饭。这是什么？红烧牛肉泡面。为什么？不是你自己要去吃泡面的吗？哦。阿强，你都吃1个礼拜泡面了，干嘛呀？这你就不懂了，我这叫知己知彼。他特别喜欢吃泡面，为了他，我甘愿尝遍全世界所有的泡面，为他写一份最权威的评测。佳佳，如果你是一个女孩，你会感动吗？表白被拒了，是不是因为她有男朋友？是不是她不喜欢男的？我现在除了知道他叫冯珊珊，别的一无所知。他根本不跟人交流的，任何人。我现在唯一跟他的联系，就是戏里面的工作区。我每天一睁眼我就刷新，时时刻刻我都在关注。我就想看他说一句话，哪怕是1个字，可是他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，4天了，根本联系不到，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。88888，转钱吧。1周内，你心上人什么路数，全给你摸个清清楚楚。我是谁啊？香港小哪吒，忘了吗？哪吒，那可不可以货到付款 ？No way。莎莎，都是朋友，要不就打个折吧。可以呀，别说打折，免费都可以。怎么才可以免费啊？你求我。求他。Please。Chinese， 请说中文。帮个忙呗。好啊，你亲我一下。亲，快亲他！你怎么毫无底线啊？那我亲你一下。哎，这个也不错，买1赠1，没有吃亏的。哎，李佳，哎，佳佳，
这样我自我牺牲一下，我亲你一下，来。你走开！你走开我！亲冯珊珊，25岁，研究生2年级，常州人，天蝎座，每天早上6点开始跑步40分钟，20分钟吃早餐，然后2个小时待在图书馆，1分1秒卡得死死的，像一个上了闹铃的机器人一样。1个星期除了周3下午，其他时间全在学校上课、当助教、做研究、值班，完全没有娱乐时间，也不跟任何人来往。周3下午有什么特别的吗？网球。他除了吃泡面，还吃汉堡、三明治、饭团，没有去过食堂或者是其他校外的餐厅，但他绝对不是喜欢吃泡面。为了节约时间。冯珊珊这个人特别不爱说话，几乎没有任何情绪起伏。我跟了她7天，数了一下，只笑过3次。身边的老师和同学对她评价都很高，说她成熟、理性、有礼貌，乐于帮助同学。唯一一点，拒绝示好，异性绝缘体。我买瓶水给你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哎，我跟他制造了10几次偶遇，连电话都没要到啊！哎，真不是我没有魅力啊。没人怀疑你。为什么我总感觉他时间不够用呢？像忙着准备什么？我知道，他准备毕业出国，美国。如果是准备出国的话，以他现在的成绩，用不着每天只睡3、4个小时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这个我也知道，他想拿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啊，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到底是生理学奖还是医学奖啊？这是同一个奖。我要趁他拿奖之前追到他，我要成为诺贝尔得奖主背后的男人。突然间觉得帮你这种没出息的人追女孩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去。啊！你们解剖室的气味不是很难闻吗？想象一下，疲惫了一整天，被纯植物的香气所包围，仿佛置身在森林一样，是不是很解烦？想要赢到他的好感，想要融化他冰冷的心，哦耶，全买。其实人的气味感受是通过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决定的，生理因素是先天的，心理因素是经过某些刺激让身体产生了喜欢或者厌恶的感觉。说人话。也就是说，冯珊珊并不讨厌福尔马林的气味，或者说，她不喜欢森林的味道。真费劲。那到底送还是不送啊？送吧。福尔马林也太呛了吧，连更衣室都有气味。什么人？为什么偷开我柜子？没有。你想偷我娃娃？不是，你想偷我娃娃？你想偷我？跟我走！林夏，进来！
学姐你好。你是我们医学院的？不好意思啊，他是我朋友，他没有什么恶意的。不是这里的学生不能随便进出，不明白吗？是我去叫保全，还是你们跟我去一趟学生处？气死！你给我站住！师姐。是这样，解剖学大3的石成你认识吧？其实我们俩都是他的朋友，就是想替他送你一份小礼物，他也没有什么恶意，就是有点害羞。要不这样，我让他当面给你道歉，然后把这份礼物送给你，好吗？不用了，麻烦你告诉他，谢谢。有病！叉叉，你怎么突然出现了？我担心你。哎，我担心你偷偷送他礼物，他不一定喜欢。什么意思？我刚刚仔细想了一想，就从你给我的信息来看，他这个人很自律，性格也比较封闭，应该很注重隐私。那你不早说？对不起啊，为了阿成所以妥协了。我怎么认识你们俩？差点被那个女的灭口，扔进福尔马林里面。我跟了他1周，完全没有见过他表情这么狰狞。你们俩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就因为那个娃娃。娃娃？就因为那个娃娃掉地上了。哇！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没看见他那个娃娃脖子上缠着一根绳子，好像是上吊一样。李佳，叉叉，怎么样？顺利吗？你家冯珊珊把我……让我转告你，谢谢你的礼物。Respect。今晚上我请客，全香港随便挑，没有人均限制。我上课去了啊。My homies, respect. Yeah. My homies, respect. 个屁！怎么不去当 rapper？ 为什么不让我告诉他？东西都送出去了，不开心的细节就先别告诉他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是我错了呗？我们都错了，本来就不应该偷偷开别人柜子。那我就活该被他凶一顿啊！啊！要不是因为你求我，我才懒得帮那个傻子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痛！那个女的劲可真大。啊！行了，别假惺惺关心我了。我平常就这样，经常容易紫一块青一块的。李佳，到底为什么不告诉阿成？你是不是在怀疑什么呀？我也觉得冯珊珊有点古怪，但是没调查清楚之前就告诉阿成的话，太草率了。我觉得那个洋娃娃有问题，那个娃娃很旧，没什么特别。他为什么会觉得我会偷他，而不是偷他的钱包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得好好想想。你不会又要想好几天吧？这一次我想快点。我先上课去了。哦，未来的医学精英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小心你的手，按时抹药。
这是我接触过的一名患者，她是一位24岁的年轻女性，因为精神分裂住院。在住院的过程中，她不肯吃饭，导致血钾指标低下。医务人员只能帮她输液，但她很脊柱，在反抗的过程中，她抢过针头，直接把它插进自己的眼球。这是她第一次通过自残来得到反抗的目的。可是通过眼部手术康复之后，他又再用异物插到自己的眼球里，之后他的家人被迫把他接出医院，但是在1年之内，这种行为又发生了3次，直到眼球完全失明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想吃甜品，但是为了男朋友，必须减肥。虽然很不乐意，但是我们也忍住不吃，这可能是一种自律。但是男朋友还是不乐意，还是觉得你太胖，非得要跟你分手。好说好劝也没有用，你很痛苦，没有办法，只能选择伤害自己，来让他感到害怕，或者是愧疚。这就是一种自残的行为。刚才那个女患者，当她第一次用针扎进眼球，这种还是一种有目的的自残行为，但之后那4次伤害已经完全演变成为一种完全没有明确目标的行为。在这样的自虐过程中，患者的焦虑、紧张、不安情绪被转移，反而在精神上得到了满足。李佳，陈教授，来，喝点热水。这是蜂蜜杏仁，来缓和情绪。谢谢，我坚果过敏。以前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吗？是我今天上课的内容气质到你，还是你最近遇到什么压力？今天您上课的时候，我脑袋里面一直出现一个画面：一个女人疯狂拿缝衣针扎自己，胳膊上全都是血，还冲着我笑呢。你母亲？我也不确定是小时候看见的，还是之后臆想出来的。经常出现吗？高考的时候压力比较大，出现过几次，但从大学到现在基本没再出现过了。你最近哪方面压力比较大吗？其实都还好，比我刚来香港的时候感觉轻松多了。出现这个画面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受？四肢僵硬，喘不上气来，感觉喉咙被人卡住了。那你的处理方式是什么？找一个没人的地方，一个人待着。需要多长时间平复？几分钟吧。陈教授，像我这样的情况，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偶尔的情绪失控
很难说明是什么问题。如果在1个月内连续发生几次，马上来找我，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。每个人都有躲不过的坏消息，只要看到它，面对它，用勇气去谈论它，才能有机会对抗它。明白了，谢谢你。突然出现的情绪失控，让我再次警醒：别人的时间可以用年来计算，我的时间只能用天，不，只能用小时来计算，甚至应该分秒必争。宿命真的存在吗？已经被老天写好的就不能更改了吗？遗传基因就这么强大吗？我不知道。可我内心深处，总有一个声音时不时响起，他叫我不要妥协，不要认命，哪怕是条夜路也要一头扎下去，不要回头。进。陈教授，您到底带波萨去哪儿了？他回来之后精神非常紧张，拒绝进食，拒绝吃药，态度非常不配合。跟平时一样，去海边转转，没什么特别。一路上没有什么反常吗？来，上来！你每次教训了他，他都这样，很紧张，很害怕，生怕你。林和，你今年32了吧？一个人在香港也不容易，也是时候找个女朋友，成家立业了。在医院的工作，在外面诊所的工作，加上平时的研究工作，也够你忙了。陈教授，谢谢您的关心，但是您有没有想过，波尔萨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我的大学同学，是我把他介绍给您的。如果他没有和您在一起，他还会像现在这样吗？我从来不会做没有意义的假设，在命运面前，我们都很渺小。没有希望的人和事，我觉得没有必要浪费太多时间。陈教授，希望您多抽些时间去看他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
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刚去了趟图书馆，到底怎么了？你们家张彻杀卖关子，非得等你回来。啊！这，快进来。东南亚流传了几百年的圣物。 查查根本不开灯啊！开了灯还有气氛吗？要气氛干嘛呀？让你们身临其境，才能更真切地体会我想要表达的主旨。你神神叨叨说这么大堆开场白，你到底想表达什么？李佳，我知道你不信这些，我也不信的。可是阿成是你的朋友，也是我的朋友，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深渊。 我没养这些东西啊！不是你，是冯珊珊。冯珊珊本来有个弟弟，但是在很小的时候出意外死了。过了没多久，冯珊珊就高烧不醒。他们家迷信，请来了一位神婆。神婆说，他弟弟有怨气，不愿走。为了救冯珊珊，神婆就施咒，把他弟弟的灵魂关进了娃娃里。 结果很快，冯珊珊就病好了，懂了吗？她平常带着的那个娃娃，锁着的就是她弟弟的灵魂。所以我要表达的主旨是：情况危急，离冯珊珊远一点。查查，你平时说我可能还会信，但你现在这个说法，真的实在是太假了。你觉得我骗你？ 我为什么要骗你呀？那你说你怎么知道的？打听的呀。谁呀？冯珊珊室友。他室友怎么知道的呢？当然是冯珊珊说的啦。那么最重要的问题来了，李佳，你平时最爱分析了，来，你说一下，像冯珊珊这种人设，他怎么可能会把这么隐秘的事情告诉他的室友呢？的确不会。去。可问题是，他这么理智成熟的一个人。 为什么会随身携带这样的娃娃呢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可能他真的有一个弟弟，他跟他的弟弟感情很深，平时带着娃娃就是为了要纪念一下他弟弟，很合理。嘿，这个理由无懈可击。好了。 今天东南亚文化普及大会正式结束，睡觉 over。喂，哦对了，可能今天晚上我会梦见珊珊，到时候我帮你问问她啊。Good night。走着瞧，你这朋友看上去精明，实际上单纯的像个白痴一样，早晚得出事儿。 哎，学认证，好，签个字吧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。没事。你好，问一下，您这个从哪来的？女更衣室的垃圾桶里捡的。哎，你看，好好的，也没过期，丢了太可惜了。
阿成不见了，学校讲座也没出现，电话也没接的。怎么回事？今天周3，该不会是找那个冯珊珊打什么网球吧？死性不改，那个冯珊珊真是个危险人物。为什么这么说？都用娃娃养自己弟弟的灵魂了，这么可怕的邪术还不危险？除了这一点呢？我总觉得那个冯珊珊早晚会伤害阿成。阿成这个人嘴贱心软，但他绝对不会伤害人。那个冯珊珊不一样，总让人觉得不真实，背后肯定藏了什么。您觉得他藏了什么？我哪知道啊，大哥，我是凭直觉的，但我直觉很准的。珊珊，擦擦汗吧。真贱，浪花四溅的贱。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又怎么在这儿？我打网球啊。打球，当球童吧你。你要走了？我还有事儿。刚好4个人，来场双打吧。不用了。哎，我正好和珊珊一组啊。身体不会说谎，他在本能地拒绝邀请。李莎，一起玩吧。学姐，刚好4个人，要不就打一场球吧。明明抵触我们的邀请，却又不好意思拒绝。他只是在假意维持他的成熟和礼貌吗？Yes， 好样的，珊珊。你没事吧？那个白痴到底是谁的朋友？哎，再来，来呀！需要休息吗？不需要。冯珊珊不喜欢别人冒犯自己，更不喜欢别人比自己强。她有很强的自控能力，总是习惯把真实的情绪隐藏起来。珊珊，你没事吧？故意的吧你？我看。痛吗？哦。我陪你去医务室吧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得走了。哎，对不起啊。
你就在这儿等你朋友吧，等他们回来你们继续。一起吃饭吧。不用了。哎，要不等他们回来，打个招呼再走。怎么说，你也不小心伤到了人。还痛吗？那咱们走吧，别管他俩了。我不想看见那个冯珊珊，她就是故意的。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答应打这场球，害你受伤了。没事。我只是想看看这个冯珊珊底线到底在哪儿。那一球，她的确是故意的，不过不是针对你，而是想赶我们走。啊？喝水。今天天气挺闷的，估计快下雨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捡球。你觉得他为什么非得周3的时候到外面的球场打球呢？他应该是不想碰到任何认识的人，只想在陌生的地方找一个陌生人，痛快地发泄一场。有必要吗？活得这么压抑。虽然他藏得很深，但性格里面确实有非常偏激的一面。珊珊，冯珊珊，冯珊珊，珊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别人呀？我都答应过你了，我会去找你的，啊，我会去找你的，我会的。他只是我的师弟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别人呢？我答应过你了，我会去找你的，我错了。他只是我的师弟。我怎么可能？阿成，阿成，阿成。阿成，
是不是已经走了啊？阿成！这么大个人了，怎么让人这么不省心啊？到底走没走，好歹说一声啊！怎么样？还是关机。李佳，阿成！下雨了，不知道躲一躲吗？方山人呢？他生气了。娃娃，娃娃脏了。又是娃娃。我不是故意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什么都别说了，跟我回家。哎，哦，没事，我衣服已经干了。阿成有点发烧，晚上得注意一下。要是烧得更狠了，得送医院。我先走了，别送我，去看着他吧。珊珊啊，你还穿上了？来，把手给我。谢谢。路上注意安全，回去之后记得洗热水澡，千万别着凉了。嗯。拜拜。拜拜。冯珊珊这个人看上去非常冷静，非常自律，可她心里面却有一份藏不住的自傲。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不喜欢阿成的礼物为什么要收下？收下了，为什么还要扔掉呢？还有今天在解剖室里面那个血迹，到底是不是和他有关？还有这个又是谁给我的呢？今天在网球场，他跟阿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娃娃，娃娃脏了。谁呀？阿成，你怎么下来了？阿成，阿成，昨天晚上阿成烧得很厉害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叫了救护车。我不是故意的。他气得很急，差点就肺炎了。你去哪儿啊？去找那个冯珊珊算账。哎，还是我去吧，你留在这里照顾阿成。他对你有敌意，还是我去吧。李佳，小心点。啊。冯珊珊，昨天发生了什么？我们不在的时候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不管怎么说，大雨天把他一个人扔在雨里面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他是3岁小孩吗？
不会自己躲雨啊？昨天回来就发烧了，人还在医院呢。所以呢？昨天从网球场到家，他一路都非常惊恐，神情也恍恍惚惚的。他情绪为什么突然这么失常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告诉他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了。至于他淋雨发烧，那都是他自己的问题，不是我的责任。你要是不喜欢他，一开始就别接受他的礼物。我已经扔了。王站站，你好，是孔珊珊吗？哎，是。您的快递。谢谢。谢谢。冯珊珊，要是阿成给你带来什么困扰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不过，不管因为什么，你要是伤害了他，我绝对不会坐视不管。那也麻烦你告诉他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希望他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，包括你，也包括那个玩滑板的女孩。胡说八道！他冯珊珊绝对单身，我跟了他7天，没电话没信息，不是在实验室就是在图书馆，身上半点恋爱的气息都没有。李佳，这一点我绝对可以跟你保证，一个人有没有谈恋爱，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，不然我这香港小哪吒中间小跳白混了。要去哪儿啊？我去查查她男朋友到底是谁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绝对没有男朋友。活着呢，提醒你一下呢，给你晾了点粥。谢谢。你怎么了？别碰我！你到底怕什么呀？